看过我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后面的咖啡机已经没有了，那么我这2周呢把它给卖掉了，然后买回来那个伯父的 BS878。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开箱，然后上手使用一下。那我们先把它给拆开。看这个包装应该是全新的。把它打开，快速指导。我们的手柄，这个是54的一个手柄，这是它的一个滤水的一个装置。说明书上要把这一个对着那个水流要冲5分钟。那么我这边打算后面就是用那个纯净水嘛，所以我就把它浸泡5分钟好了，就直接浸泡在水里面。我本来以为这个是挺大的，没想到这么小一个，反正让它泡着。搞清洁套装看一下，都是一些清洁的工具，现在估计用不到。这个应该是通那个蒸汽棒的。OK。还有粉锤，这个是不粉器，感觉这个不粉器应该没有那种圆形的好用啊。对，这个应该就是粉碗了。这是单份的一个粉碗。这2个呢，分别是放那个咖啡粉的，就你直接买咖啡粉的话，用这2个。那双份的粉碗呢，就在这个手柄上。这个粉碗摸起来的质量不是很好，就是旁边比较锐不小心我感觉会割手。这里还有一个小奶缸。这个是盛放咖啡豆的器皿，只有250克。可以看到这里的刀片非常的干净应该是全新的。这里还可以调整，把它给拿出来清洁。把它锁住。把它放到老地方，我们来使用一下。自带的快速指导我感觉非常到位，那么我就按照这上面的步骤进行操作。第一次使用呢，我们先要清洗一下水箱、手柄呢，准备好咖啡豆，然后浸泡我们的滤芯。那你把水箱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印了滤芯摆放的一个步骤，非常的简单。那这里呢，注意设置一下替换周期，官方建议是2个月替换一次。那在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机器需要自检，然后按下电源键，机器启动后呢，在屏幕上会显示 flash。那单杯按钮会亮起，那我们按一下单杯按钮，机器就会开始清洗。完成后呢，机器就会进入就绪模式。这里可以看到每次使用之前按单杯清洁冲煮头。那么我之前看到一种说法，如果杯子是冷的，那会让咖啡变得酸一点。那么我们清洁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咖啡杯也过一下水。机器磨豆粗细力度一共有30档，默认在15档，向上调整为粗，向下调整为细。机器的第2个按钮可以用来控制磨豆时长，默认的是2杯13秒，我们可以按一下按钮切换到单杯。那么左右旋转呢，可以调整时长。磨豆的粗细和时长我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调整。那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最理想的一个萃取程度。我们萃取指导上面已经写明了，就是预浸时间控制在8到12秒之后流出咖啡它是最理想的。那这里建议各位去买一些便宜的咖啡豆做这样的一个尝试。那设定好数值之后，我们把手柄挂到出粉口上，然后往里面推一下，它就可以开始自动磨粉。那么到达设定的秒数之后呢，它就会停止。如果手动停止的话，我们可以往里再推一下。然后开始压粉，那么先轻拍几下手柄，让咖啡粉更加均匀的分布，然后呢用粉锤压实，那么要到粉锤的金属底座的顶部与滤杯的边缘保持水平一致即可。不过指导手头后面呢有一个不粉器再刮一圈，这个操作让我感觉有点困惑，那可能是告诉我们刮不出那个粉的时候可能高度是刚刚好。
那烤好手柄之后呢，我们按单杯或者双杯键，然后我们等待咖啡萃取完毕即可。最后我们来打奶，那么将牛奶倒入拉花杯介于 min 和 max 水位之间的一个高度，然后呢我们要先清洁一下蒸汽头，那么转动蒸汽旋钮至蒸汽位置等到蒸汽喷出来之后呢再关掉，然后呢将蒸汽棒插入牛奶表层约1到2厘米，位置靠近拉花杯右端3点钟方向，然后再转动我们的蒸汽旋钮到蒸汽位置开始打奶。那么当牛奶开始顺时针旋转成那个漩涡之后呢，慢慢将拉花杯往下移，那么让蒸汽棒保持在牛奶表面附近，并将空气带入牛奶中形成奶泡。那么感觉奶泡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向上移动拉花杯，保持牛奶持续旋转融合。当拉花杯十分烫手的时候，把蒸汽旋钮扭到中心，结束拉花。拉花杯移开以后记得再喷一下蒸汽防止被残余的牛奶堵住蒸汽孔。然后呢，我们把牛奶倒进咖啡那就完事了。看起来呢十分顺畅，但是建议各位不要完全按照我视频中的那个姿势去操作我是怕那个把你给带偏。等我熟练打奶，然后呢会拉花之后我会再做一次视频。那么那个时候你照我的那个姿势去做，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至于拉花的步骤呢，我就不演示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拿出来。有小伙伴问我，原来有咖啡机为什么要换这台？主要原因就是我原来那台打奶太弱，打奶经常失败，更不要说拉花了。那么你要玩拉花呢，入门的那个机器里面这台打奶并不是最好的，有几个锅炉机的性能指标更好。但是呢，我不想每天早上起来做咖啡的时候还要等很久。那么这台机器开机之后呢，3秒就可以进入就绪状态。我之所以选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 All-in-One 的设计真的是非常方便。比如磨粉，它可以设定时间，而我独立的磨粉器没有这个功能。带屏幕的可以设置时间的磨粉器都非常昂贵。然后呢，因为这个机器带屏幕各种操作非常方便。那么那些不带显示屏的咖啡机你必须得把它的说明书翻出来，然后才知道怎么去组合按键才能去设置。那么再说它接水盘的设计掏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最后的一格是可以做储物空间的，那些附件都可以塞进去。而我上一台咖啡机在卖掉的时候那些附件我都不知道被我放到哪里去了。再比如粉锤它是可以直接吸附住的。这种细节放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这台咖啡机非常值得入手。那么它呢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全身数的键比较多，然后蒸汽旋钮它的那个没有什么段落感，手感不佳。当然这些都是小事，习惯就好。那我最担心其实是保修问题。那 All-in-One 的机器呢是方便，恐怕故障率也不小。那么我买的呢不是国行的机器出问题肯定是没有保修的。所以小伙伴们要购买的话还是要考虑清楚再下手。OK， 以上就是我这次的一个分享。那么后续的话，等我拉花练成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个视频。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感谢各位的观看，拜拜。